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成都同芬兰外长哈维斯托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溯源不应被政治操弄，政治病毒也要溯源。但美国近期还频繁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搞政治化操作，妄图抹黑中国并掩盖自身的抗疫不力。近期，超过1200万网民联署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就在联署签名超过1000万之时，服务器遭到2次网络攻击，发起攻击的 IP 地址均来自美国境内，这是怎么回事？来看看报道。今年6月初，一批关心病毒溯源问题的中国网民曾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向世卫组织表达了希望将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纳入第2阶段溯源调查的诉求。但为了防止美国政府及反华势力用卑劣手段恐吓和骚扰他们决定采取匿名的方式发起这一活动。之所以有这样的诉求，是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专家团于年初来中国武汉进行病毒溯源工作，得出了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的结论后，美国方面却仍在不断的歪曲事实，甚至还打算胁迫世卫组织将武汉病毒所再次纳入新冠病毒的第2阶段溯源工作之中。上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改口表示，不能草率排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中国网民决定再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提出这一说法的世界卫生组织必须调查美国这个疑点重重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因为该实验室里不仅存有诸如非典病毒、埃博拉病毒等大量极为危险的病菌，还进行着危险的病毒实验。活动在本月17日晚发起后，很快得到了全国网民的热烈响应，以至于服务器一度崩溃，不得不几次扩容。周六晚22时50分，网民联署签名数突破了1000万，现已超过1200万，并且仍在高速增加。随着联署活动的消息不断传开，将有更多网友，包括外国网友，也加入联署签名，共同要求世卫对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发起调查。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不少去年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也都在积极参与此次联署活动，其中包括2020年最美科技工作者荣誉获得者、武汉市雷神山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王新环教授，以及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武汉市最早一批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的院长彭鹏。王新环教授表示，非常清楚武汉病毒所是被污蔑的，这种匪夷所思的污蔑只能说明污蔑者是反人道的。人类缺乏团结与信任，才是病毒能导致如此大疫情灾难的原因。中国之所以疫情控制得好，是因为中国有足够的团结和信任。而此次成为外界关注焦点的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数十年来不断被爆出违规操作、实验室泄漏事故，乃至科研人员卷入炭疽袭击。作为紧邻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军方高级别生物实验室，在管理方面漏洞百出。那么，美国遍布全球各地的生物实验室又会是什么情况？是否同样存在泄漏隐患？外界有充分理由提出质疑，并呼吁世卫组织对包括德特里克堡在内的美国实验室进行调查。然而，对于外界与德特里克堡相关的猜测，美方一些人始终讳莫如深。更为可疑的是，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在新冠疫情首次爆发前的2019年秋季，曾出现过一次严重的病毒泄漏事故，美国政府却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透露内情。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首批新冠确诊患者信息，他们均有中国旅行史或是其密切接触者。而美国对新冠病毒的检测始于2020年1月中旬，当时联邦政府也只是建议对有中国旅行史或其接触者进行检测。直至2月26日，美国才通报首例社区传播病例。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从中国赴美的人员身上。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早在美国各州通报首例确诊病例之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出现在美国。去年12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美国感染病协会官方出版物《临床感染疾病杂志》发布研究报告。研究人员通过对美国红十字会血样追溯发现，在2019年12月13日至16日期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和华盛顿3州至少39人的血液中已经出现新冠病毒抗体。时隔7个月，同样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发布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多地采集的血液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显示早于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就已经在美国本土传播。
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同芬兰外长哈维斯托共同会见记者时，当提到美国炒作有罪推定的实验室泄漏论时，王毅说，美方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达到抹黑打压别国的政治目的。人类抗击疫情的史册上有必要记上这丑陋的一页。王毅明确表示，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当让科学家们把新冠病毒来源研究清楚，从而更好地防范未来风险。王毅提到，他所见过的所有外长都赞同，溯源不应被政治操弄，不是为了指责某个国家，更不能让国际社会走向分裂。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真正打败病毒。任何工作计划，如果不是一份真正寻找病毒的计划，而是设法抹黑中国的计划，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我们感到美国重返世卫组织，心思并没有放在加入国际抗议上，是在继续借台来散布各种政治病毒，这是需要引起我们各国警惕的。人民日报钟声发表评论表示，大量事实表明，美国是全球抗疫进程中最大的绊脚石。美方种种不负责任的政策，无异于向全世界投毒，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是深受其害。如今，美方一面将病毒溯源这一严肃的科学问题政治化，一面却努力想装出一副负责任的样子，企图通过虚伪的表演继续蒙骗国际社会，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文章提到，美国政府一些人士借病毒溯源抹黑中国时，还大言不惭地大谈责任和拯救生命。作为全球医疗技术最发达、最成熟的国家，非但没有在境内控制住疫情，导致迄今本国近3500万人确诊新冠肺炎，超过61万人失去生命，还造成病毒向境外扩散，成为名副其实的病毒扩散国。这样的美国哪里表现出一点责任心，又何曾真正关心过生命？真正的责任感必须也只能体现在行动上，在切实控制住本国疫情，在停止抗疫利己主义，在真正展现透明度，回应国际社会质疑之前，美国根本没有资格奢谈责任和拯救生命这样的词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次呼吁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联署接近1000万前，联署页面服务器遭到2次网络攻击，发起攻击的 IP 地址均来自美国境内。这个事件应该说已经是实锤确凿，就所有的 IP 全部来自美国，至少说明2点。第一呢，就是美国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心中有鬼；第二呢，就是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应该说是贼喊捉贼。对比就在几天之前美国的这个助理国务卿、美国的高级官员还纷纷的拿出他们所谓的实锤来指责中国对美国发动网络安全的攻击。实际上，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早已信用破产，说什么都不足以为信，贼喊捉贼的做法更是屡见不鲜。周二，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还发布报告称，美国政府跟踪23家美天然气管道运营商，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曾经遭受网络攻击，并认为中国政府支持的行为体实施了网络入侵。在回应相关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表示，要论全球头号黑客，如果美国自称第2，没人敢称第1。赵立坚说，2015年维基解密披露称，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多年，还对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萨科齐、奥朗德搞监听。丹麦广播电视台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监听了包括默克尔在内的德国、法国、挪威、瑞典、荷兰等欧洲多国政要短信和通话内容。斯诺登曝光的美国特等舱项目显示，美国在其近100个驻外使领馆内安装监听设备，对驻在国进行窃密。要想破除美国的这种网络空间这个双标治理模式，应该说只有对等威慑。也就是说，其他的国家要么是能够崛起，要么是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在网络世界能够和美国形成对等威慑。唯有如此一个公平公正相互尊重基本主权、网络主权的这样一个新的网络秩序才有可能诞生，也才有可能逼迫美国重新认识到他们自己权力、权势在网络世界也是有边界的，手不要伸得太长。
另一方面呢，过千万网友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的联署签名服务器近2次遭到网络攻击，发起攻击的 IP 地址证实均来自美国境内。您对此有何观察？此事真是可气又可笑。可气的地方在于，美国前不久刚刚指责中国对美国进行所谓的网络攻击，美国一只手指指向中国，另外4只指向自己。要论全球头号黑客，如果美国自称第2，没人敢称第1。可笑的地方在于，用网络攻击的方式瘫痪中国网民联署的网站，除了证明美国做贼心虚以外，能够抹去声势浩大的质疑声吗？只能越抹越黑。掩耳盗铃的事情，美国方面也不是第一次做了。千万级的中国网民联署，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更何况，这当中有许多武汉市民，有许多参与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科研工作者、社区民众。这是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是对美国公然污蔑中国的齐声反对，是对美国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齐心声讨。前段时间，美国伙同一些北约盟友对中国打起了网络安全牌。确切的说这是端出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剩饭。新疆牌打不响，香港牌刚出手就被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一巴掌扇了回去。现在打出网络安全牌，美国也是黔驴技穷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网络攻击很难不留痕迹。来自美国 IP 地址的网络攻击未能攻破中国网民联署的网站，却无形中将网络安全牌与疫情溯源牌合二为一，打回到美国自己身上。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